赵露思拉着曾黎和王安宇拍视频，网友吐槽没有明星的感觉。出席某时尚活动的赵露思，与她曾经合作出演古装偶像剧《神隐》的2位演员曾黎和王安宇刚好一起合体了。因为3人之前合作过几次，所以关系很好，一合体便兴高采烈地拍起了小视频。一开始先发布2个，后面又发了1个，最后陆陆续续3个人掏出来了5个短视频。好朋友玩得很尽兴，在镜头前跳得不亦乐乎。然而，这几个视频却被不少网友吐槽也太像网红了，网感太重，一点都没有明星的感觉。对于明星来说，形容像网红，实际上就降了一咖位。更有人说，那么美艳惊人的曾黎跟赵露思一起跳土嗨舞蹈时，也跟着变 low 了。见此，不少粉丝觉得很生气，我们爱豆没有架子，穿着奢侈品牌的高定裙子，拉着好朋友玩现在有趣的小游戏，多接地气，这是内娱活人的典范。明星愿意整个活动粉丝笑，难道不是明星爱粉丝的最佳表现？也有人反驳说，不是发短视频不行，是赵露思身上本身就网感太重。如果是平时不接地气的人拍抖音，那是为了粉丝，但赵露思本来就小太妹味太重，还做这些街头小市民的举动，只会火上浇油。这么看，站在各自不同的角度分析，两方实则都有理。赵露思如今成为95后的4小花旦，才不过是最近短短2年的事情。2年之前，她还被大家一直嘲笑是网剧小咖，难撕标签。尽管就目前而言，大家看到的剧基本上全是网剧，可是人们心目当中对于这个范畴依然有所偏见。首先，网剧还是没有上星剧看起来更加正式，更具有分量。再说，网剧自己里面也有3、9等，第1等的自然是被平台最为重视，花重金买下大 IP 的 S 加。S 不一定会是体现在具体质量方面，但一定会体现在资金充足上。接下来就是 A、B。赵露思起初拍的网剧都不算在评级的范畴，完全属于沙雕网剧，闹闹腾腾，没有任何古装严肃性，就是穿着影楼戏服高级一点的剧本杀。正是因为靠拍这些网剧，他逐渐出圈，渐渐被人看到，有了更好的资源，跻身95花。看起来很是励志的一条路，但这也正是他一直被人诟病的地方。同龄的其他女演员，人家一个个从小都是童星出生，大导加持，他一个网剧咖，凭什么？拿什么和人家比？换句话，拍网剧的不是明星，不是演员，是网红。赵露思是从半网红半演员的状态进阶，成为演员明星。这个标签在她身上一直很难撕去，而好不容易成了大屏幕的明星，又成天在手机上蹦蹦跳跳，难免给自己掉价。个人经历屡处雷区。退一步讲，即便是她自己不在乎，觉得依照如今的人气和咖位，玩这样的短视频一点都不影响，她的个人经历才是火上浇油。一方面，不是科班出身，这一点来说不是特别让人指摘的地方。不是科班出身演技好的人也大有人在，问题在于他自己学习不怎么好，高中毕业后家里面用了超能力把他送去了中国台湾省读书，学的也不是文史理工，而是艺术类的服装设计，一直被人嘲笑是个听起来名字洋气一点的中专小妹。另外，后来和吴磊共同拍摄偶像剧《星汉灿烂》时被爆出来的一节他爆粗口的花絮，让人觉得素质太差。NMLGB 5个字，不是一般女孩子都骂出口的，甚至不是一般男孩子能骂出口的。同时，平时采访出席活动时，不知道为什么屡屡打扮成一副小太妹的模样，鬼迷惹眼成了她的专属形容词。前段时间有次出席活动时的妆造，更是引发了全网吐槽，几乎是过路的路人都会停下来嘲笑一句：
这绝对是给品牌方扣分的存在。事后，赵露思在某直播间上还反复 Q 到被吐槽鬼迷惹眼，乍一看好像是内心强大到已经可以将这个事情放下，可实际操作上却通知了所有平台，将其相关高赞吐槽视频全部下架。平日里的行为和一直以来的个人经历，也总给人一种搬不上台面低既视感。不同情况区别对待。举一个极端的例子，如果今天在短视频平台上跳土嗨舞蹈的人是姚安娜，大家绝对不会说简直就像是网红太 low 了，因为这是真公主下凡间来哄老百姓高兴了。有时候真不能怪网友们区别对待，因为面对不同情况，正常人拿出来不一样的态度才是正常的。这个道理就是上小学的孩子都会懂。一个考90分的孩子，你会因为他考了60分而表扬他吗？对于赵露思当下的情况而言，她需要做的是沉淀和收敛自己。要是一味的沉浸在下沉低龄市场，一辈子都走不前去，对她的事业发展也是一种阻碍。